Hello， 大家好，我是許藍方，歡迎收看 Dr. Gracie。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我的蛋蛋超大，我應該要驕傲嗎？蛋蛋超大又代表什麼呢？首先，你的蛋蛋超大，你首先不是應該驕傲，你要先去看醫生，看泌尿科也好，看身心科也好，你一定某些地方出了問題，你才会想要驕傲。結論，去看醫生。睾丸的大小就是你們的蛋蛋的大小，它超大也不代表你的性能力好，超小我是不知道你们覺得多小叫小啊，超小在正常範圍內的超小哦，也不代表你不行。睾丸它本身的功能就是製造精子，不是精液哦，是那個蝌蚪精子，跟製造男性荷爾蒙，就是睾固酮，它的功能就是這兩個。所以睾丸的飽滿度是取決於它的造精功能，所以有些人製造精子的功能比較好一點的時候，它的睾丸會看起來比較飽滿，因為睾丸裡面最主要的組織結構就是那一些製造精子的管路。所以有一些人，如果是你以前很飽滿，後來變萎縮，你就要看是什麼樣情形怎樣情形造成的。第一個，老化，你男性荷爾蒙下降，你也不需要再製造精子了，那它就會慢慢萎縮。第二個，如果你長期在高溫的環境，可能跑船或者是在做鐵板燒，就是下面都是热热的，或者在廚房餐廳工作的人，精子品質受損，造精功能受到傷害的时候，你的睾丸就会慢慢的变小。什麼東西會決定你的睾丸大小？第一個就是你青春期的男性荷爾蒙。如果你還在發育的時候，你的小孩還在發育的時候，盡量不要讓他吃油炸的，不要吃油炸的跟一些垃圾食物，是盡可能讓他的睾丸跟陰茎長到他最理想的大小。所以青春期已經決定了你的睾丸會多小、多大、多小。那這個跟基因是非常有關係的。怎麼樣的大小才是正常的呢？一般來說，平均睾丸大概是4到5公分。所以怎麼樣看你的睾丸大小到底是不是正常的？你就手比一個 OK， 你去洗澡，洗溫水澡，你的那個睾丸就會有點降下來，因為皮比較鬆了。那你就在比較降下來的時候，2隻手比 OK 去攏你的球，它如果攏得過去，那就是正常的大小。那如果攏不過去，你也不用開心。你要去問一下醫生是發生什麼問題。那有些如果是異常的超大，那真的有可能就是疾病造成的水腫，或是什麼地方的組織受傷，這個都要去找泌尿科醫師，請他幫你做檢查。所以我之前有教過大家，你除了測試大小之外，你在洗澡的時候可以順着自己的睾丸的大小，自己的手這樣去摸、去旋轉、去摸它的大小。你在摸睾丸外面，它最多就是摸起來会很像水煮，但是有彈性的感覺，是光滑面。那如果你有摸到的話，那記得要去看醫生，因為睾丸癌好發在年輕男生到30歲到40歲之間，所以如果有的話，盡早發現，盡早治療。你單側有的話，另外一側的幾率也很高。總之，你超大沒有什麼好該開心的，你要去看醫生。但是如果你是正常大小的話，那也不代表什麼，只能說你的造精功能還可以，但是造精功能跟精子品質又是2回事哦。你很會制造精子，也不代表你制造出來的都是好的哦。所以數量也不代表什麼，所以就講白了，它就不代表什麼東西。希望大家不要再把睾丸大小或陰茎大小跟男性雄風跟性功能扯在一起的，它完全不代表。它的性功能取決於它的技巧，它在過程當中能不能尊重對方，夠不夠細心，夠不夠給你安全感，還有兩性關係，這些已經遠遠超越你的蛋蛋多大跟陰茎多長了。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再活在過去的牢籠當中，把自己釋放出來吧，也釋放你超大的蛋蛋，去看個醫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記得按讚、訂閱、分享、留言、黑小鈴鐺，拜拜。